很多人一听到佛性就摆手说，哎呀，尼师那个太深奥了，我只是个讨生活的普通人，我不懂大道理，我哪来的佛性？诸位千万别把自己看扁了。佛教里面有一本很厉害的经书叫《大般涅盘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叫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穿着袈裟的高僧，还是在传统市场里的阿公阿嬷，在你们的灵魂最深处都有着跟佛祖一模一样最纯洁无瑕的宝贝。你心里的苦闷和迷茫，其实是因为你被外界的泥沙迷了眼，忘了自己有多珍贵。今天我就要带你找回你心里的那颗夜明珠。听完之后，你不仅能学会怎么用4个特征一眼看穿谁才是真正有大福报的人，还能学会怎么在最平凡的柴米油盐中修出最高级的能量场。我们来讲个故事，你们就懂了。在很久以前，有一座藏在深山里的老寺庙，这庙里有个年轻的小和尚，法号叫大智。这大智和尚可不是半路出家的，他从小就在庙里长大，3岁背经，5岁打坐，可以说是泡在香灰里长大的。可是有一天，大智和尚坐在庙门外的石阶上，看着山下的红尘俗世，整个人陷入了迷茫，眼神呆滞，他心里苦啊。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天天念经，心里却还是经常会生气，会嫉妒，反而是山下那些从来不念经的农夫，遇到天灾人祸还能互相帮忙，笑着把日子过下去。他搞不懂这佛性到底在哪里。如果念经没有用，那他这10几年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这天下午，大智和尚来到了寺庙后山的竹林里，那里有一口几百年的古井。这口古井的井台上长满了青苔，见证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老病死。寺庙里的老方丈明心大师平时最喜欢来这里静坐。大智和尚走到老方丈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问道：师父啊，弟子心里苦啊。弟子想请问，这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它难道真的跟我们信不信佛、念不念经没有关系吗？如果没关系，那我们每天在这里敲钟打鼓又是为了什么？明心大师看着这个满脸愁容的徒弟，没有马上回答他。大师站起身来，指着那口古井，淡淡的说：大智啊，你过来，往井里面看。大智探头一看，刚好有一片落叶掉进井里。原本平静的井水被激起了阵阵涟漪，底下的泥沙也跟着翻滚上来，井水变得非常浑浊，什么也看不清。大师说：你先别急，就在这看着。过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大智看着看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井水里的泥沙慢慢的沉淀到了井底，水面再次恢复了平静。这时候天空中的蓝天、白云、飞鸟的影子，甚至大智自己那张原本眉头深锁的脸，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面上。水还是那潭水，只是它平静下来了。明心大师这才笑着说：孩子啊，这水就像是我们人心里的佛性。一开始水是浑浊的，那是因为你的心被外界的烦恼、欲望、焦虑给搅乱了。你以为佛性不见了，其实它一直都在。当你的心静下来，泥沙沉淀了，它自然就能映照出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这跟这口井信不信佛有什么关系呢？各位，你们听到这里有没有一点起鸡皮疙瘩？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你八字再好，如果你心里那口井永远是浑浊的，天天算计别人，天天怨天尤人，你什么好运都照不进来。我们再来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怎么解释这个道理的。在《大般涅盘经》里面，佛陀用了一个超级绝妙的比喻。有一天，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阿难尊者正在精舍里面打坐，突然门外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年轻人，满头大汗，眉头皱的都可以夹死蚊子了。这个年轻人叫善明，他是王舍城里一个普通商人的儿子，他家里是世代信佛的，可以说是标准的佛教徒家庭。善明一看到阿难尊者，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哀嚎着说：尊者啊，我心里憋屈的慌，我实在想不通啊。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吃斋念佛，可是我发现这世间的事情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阿难尊者问他：善明，你到底在烦恼什么？善明噼里啪啦就开始抱怨了。尊者，你看看我们家隔壁摊那个卖菜的张老板，他这辈子连一句佛号都没念过，
可是哪家穷人没饭吃，他总是偷偷放一袋菜在人家门口。你再看看市场里那个卖布的王阿姨，大字不识一个，更别提信佛了。但她做生意从来不偷斤减两，别人掉在摊位上的钱包，她等了一天一夜也要还给人家。反观我们圈子里有些天天拜佛的人，背地里却在算计别人。尊者，我真的搞不懂了，难道不信佛的人反而比我们更接近佛陀说的境界吗？佛性真的跟信仰无关吗？阿难尊者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微微一笑，把他扶了起来，说道：善明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你问的这个问题太有水准了。世尊今天刚好在竹林精舍讲法，走，我带你亲自去问他老人家。善明跟着阿难来到了佛陀面前，把心里的疑惑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佛陀听完之后，用非常慈悲的眼神看着善明，点了点头，连声说：善哉，善哉，善明。好，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证明你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心在思考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这大地之下埋藏着许许多多的黄金，我问你，这些黄金难道只有被人挖掘出来，被人戴在脖子上做成金条的时候，它才是黄金吗？埋在土里没人发现的时候，它就不是黄金了吗？善明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说：世尊，当然不是，黄金就是黄金，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管它是埋在臭水沟底下的烂泥里，还是摆在国王的宝座上，黄金永远是黄金啊。佛陀满意地笑了，说道：对了，佛性也是一样的道理，每个人一生下来，他的心里就埋着一块纯度100%的黄金，这就是佛性。它就像埋在地下深处的宝藏，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做什么工作，信什么宗教，它都实实在在的存在那里。只不过啊，有些人的心地比较清净，他们土埋的比较浅，所以这块黄金的光芒很容易就被看见。而有些人的心被贪婪、愤怒、愚痴这些厚厚的泥土给掩盖了，这块黄金被藏得很深，需要透过特殊的机缘，或者吃点苦头，才能把泥土挖开，让黄金重见天日。各位，我讲到这里，你懂了吗？不要再看轻自己了，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只是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你就没有修行的资格。你每天把车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对上车的客人客客气气，不坑人不骗人。你每天在厨房里忍着高温和油烟，煮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给老公小孩吃，让这个家充满温暖。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在发光，这就是你心里的那块黄金在闪闪发亮。你以为修行一定要跑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闭关吗？错了，真正的佛性就在我们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那么到底要怎么判断自己或身边的人那块黄金有没有发光呢？佛性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特征？这就带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各位，我们刚刚讲了，你心里那块黄金，那就是你的佛性。这时候你一定会问，尼师啊，你说的好听，那我怎么知道我心里这块黄金到底有没有发光？我怎么看出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有修养、真有福报的人？你把耳朵掏干净，仔细听好。当年佛陀的另外一个大弟子叫做迦叶尊者，他也替你们问了这个问题。他问佛陀：世尊啊，我们凡夫俗子，肉眼凡胎，怎么分辨一个人身上的佛性明不明显呢？佛陀没有直接回答，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我发现啊，佛陀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因为大道理没人听得懂，讲故事大家就明白了。佛陀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叫摩揭陀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手里有一颗稀世珍宝，是一颗极品夜明珠。有一天，国王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朝廷里那些当官的到底有没有眼力劲儿，于是他就把这颗无价之宝的夜明珠跟一堆河边捡来的破石头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盆子里，叫大臣们找出来。那这颗夜明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佛陀说了，它有4个特征。这4个特征刚好就对应了我们人身上的佛性。你对照看看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4个特征。有的话，我恭喜你，你这个人命格绝非池中物，下半辈子绝对有大福报。第一个特征，暗中发光，这叫真慈悲。什么叫暗中发光？夜明珠不需要太阳照，它在最黑的房间里自己就会亮，对应到我们人身上，这就叫做不
不作秀的真慈悲。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人做善事是为了什么？为了发脸书，为了拍照，为了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捐个几千块，恨不得找3家电视台来采访，敲锣打鼓的去买2桶鱼，几笼鸟去山里放生，结果鱼到了水里翻肚皮，鸟飞不起来被野猫吃掉，这叫放生吗？我告诉你，这叫造孽，这叫愚痴。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就像当年问问题的这个迦叶尊者，你们知道吗？迦叶尊者出生在婆罗门，那是印度最高贵的阶级，他家里有钱到什么程度？富可敌国啊！他本来可以天天吃香喝辣，出门坐豪车，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他看到底层老百姓生病没钱看，饿死在路边，他心里痛啊！他毅然决然把家产全散了，跟着佛陀去修行。他不光自己修，他还专门往最脏最臭的贫民窟里钻，去帮那些穷人治病，教他们怎么种田。他做这些事有要人家给他颁奖牌吗？没有啊。这就像什么？就像你们家后山脚下那个捡回收的阿伯，你看他穿得破破烂烂，但他每天把吃剩的饭菜干干净净的装好，去喂那些流浪猫流浪狗。他有求什么功名利禄吗？他就是单纯的不忍心看到这些小生命挨饿受冻。这叫什么？这叫润物细无声。就像春天的毛毛雨一样，管你是大树还是小草，我都滋润你。这才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真慈悲。这就是你在暗中发光啊。第二个特征，入土不染，这叫定力。夜明珠掉进泥巴里，你把它捡起来，用水一冲，它还是干干净净、晶莹剔透，一点烂泥巴的臭味都不会沾上。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活在一个大泥潭里啊。每天打开电视看新闻，不是杀人放火，就是诈骗作假。去菜市场买个菜，隔壁摊位都在偷斤减两。在这种环境下，你还能保持你不骗人不坑人吗？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市场卖布的王阿姨，旁边卖布的偷偷把劣质布当高级布卖，赚得盆满钵满，还跑来笑王阿姨。哎呦，老王啊，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大家都在骗，你不骗你活该赚不到钱。可是王阿姨呢，她笑笑不说话，她心里有一把尺，她觉得我赚少一点没关系，但我晚上睡觉睡得安稳，我不会半夜怕鬼敲门。这就是入土不染。别人在作恶，别人在贪婪，你依然能守住你心里的那份干净。有这种定力的人，老天爷绝对不会亏待他。第三个特征，入水水清，这叫祥和之气。这颗夜明珠最神奇的地方是，你把它丢进一盆浊水里，不用多久，这盆水就会变得清澈见底。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比如你们家里兄弟姐妹为了一点遗产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要拿刀互砍了。这时候家里一个长辈走出来，他不用大吼大叫，他就是往那里一坐，轻声细语讲几句话，整个场面瞬间就冷静下来了，大家都不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强大的磁场，一种祥和之气，他心里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偏袒谁，他完全是出于公心。这种人走到哪里就能把哪里的乌烟瘴气给化解掉。如果你能做到让身边的人一看到你就觉得安心，觉得舒服，那你就是把佛性修出来了。第四个特征，能照万物，这叫大智慧。夜明珠的光能把周围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是真金还是破铜烂铁，一照就原形毕露。这在佛法里面叫什么？叫般若，也就是大智慧。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聪明就是智慧，大错特错。你看现在社会上那些被诈骗集团骗走几千万养老金的，很多都是什么大学教授、高阶主管，甚至还有医生。他们学历高不高？高啊。脑筋聪不聪明？绝对聪明。那为什么还会被骗？因为他们只有世俗的聪明，没有看透事物本质的大智慧。他们被一个贪字，被假象给蒙蔽了双眼。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佛家常说，你要学后山的竹子，你去看那个竹林里的竹子，普通人看竹子就觉得那是拿来绑扫把做竹筏的，但是有智慧的人看竹子，看到的是它的气节。竹子外面很硬，里面却是空的，这叫外坚内空。这告诉我们做人，你在外面社会上走跳要有原则，要有底线，这叫坚硬。但是你的内心要懂得放下，要空明，不要把别人的闲言闲语，不要把昨天的烦恼全部塞在心里，把自己搞得神经衰弱。
而且你看竹子，台风来了，大树被连根拔起，竹子却只是弯下腰，风一过它又弹回来了，这叫柔能克刚，这就是大智慧啊。我们常说维摩诘经里的维摩诘居士，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是和尚哦，他是有老婆小孩做生意的大老板，但是他太厉害了，连文殊菩萨都佩服他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人在红尘，心在净土，他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无奈，但他不生气不抱怨，他看得透彻。再给你们讲个故事，以前有个老禅师在庙里扫地，有个刚出家的小和尚跑来问他，师父啊，到底什么是佛啊？老禅师一句话都不说，低着头拿着扫把沙地，继续扫地。小和尚急了，又问，师父你怎么不理我啊？我在问你高深的佛法啊！老禅师还是不说话，专心致志地把地上的落叶扫成一堆。各位，这就是大智慧。老禅师在告诉他什么？佛性不在那些高深莫测的经文里，就在你当下扫地的每一个动作里。你现在在扫地，你就专心扫地；你现在在煮菜，你就专心把菜煮香；你现在在带孙子，你就全心全意地看着孙子笑。把当下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做好，不去妄想明天会怎样，不去后悔昨天做错了什么。真正的智慧不是你知道多少大道理，而是你能不能看透并且放下。讲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了，原来佛性这么生活化，但是知道归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痛苦？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生病，会被骗？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要告诉你们，你身上的精气神，你的福报到底是怎么漏光的。你以为你是被别人气病的，错，你是被你自己身上的6个内鬼给玩死的。听到这里，大家会疑惑，内鬼是什么？诸位，佛家讲人要修行，你得先搞懂自己身上的这6个器官，叫做6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啊，就像是你家房子的6扇门窗，门窗外面是什么？是这个花花世界，佛家叫6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你的眼睛看到五颜六色，耳朵听到各种声音，鼻子闻到香臭，舌头尝到酸甜苦辣，身体感觉到冷热痛痒，大脑每天在那里胡思乱想。当你的6根这6扇门一打开，碰到了外面的6尘，完蛋了，立刻就会生出6种反应。佛家叫6识，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大家常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常识，有没有意识？这个识字就是从佛教里来的。一旦你有了这个识，你的痛苦、你的病痛、你的破财就跟着来了。为什么？我现在为你揭开其中的奥秘。我们来讲讲第一个内鬼，你的眼睛。眼睛是干什么的？看东西的。但是人一旦有了眼识，他就不只是看东西了，他开始分辨好坏。你看你们社区里的有的阿公阿嬷，早上出门去公园运动，本来心情很好，结果眼睛一瞄，哎呦，看到隔壁栋的老李今天开了一台最新款的进口豪车出门，再看看自己骑着一台老旧的机车，你的眼睛一看到这个物质现象，你的心里马上就酸了，嫉妒了，自卑了。回到家看到自己家的孩子在打电动，再想到老李家的孩子刚考上台大，你这把火就从肝里面烧起来了。中医讲怒伤肝，你这一生气，肝气郁结，血压飙高，晚上开始偏头痛。你说这是不是你的眼睛把你给害了？你本来没病的，是你眼睛看了不该看的，起了攀比心，把你的精气神给漏光了。再来看看第二个内鬼，你的耳朵。很多婆婆妈妈病都是从耳朵听出来的。你去菜市场买菜，或者在社区中庭跟三姑六婆聊天，本来没事，结果耳朵尖，听到张太太在背后嚼舌根，哎呀，你看那个陈太太穿得像个黄脸婆一样，你这耳朵一听进去不得了了，你心里那个耳识就开始发作，你开始觉得委屈，觉得丢人，你每天把这些闲言闲语放在心里反复嚼，越想越气，饭也吃不下，胃也开始痛，最后搞到胃溃疡。你说你傻不傻？人家一句话可能随口说说就忘了，你却把它当成圣旨一样拿来折磨自己的身体。你一边求健康，一边让你的耳朵天天收集毒药往心里灌，
你吃再多人参鹿茸有什么用？所以我常常讲，人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你的心被这6根当成了猴子在耍，眼睛看到好看的就想要，得不到就痛苦，耳朵听到好听的夸奖就飘飘然，听到骂你的就暴跳如雷，舌头吃到好吃的就贪吃，吃到难吃的就发脾气。你的心每天就像个奴隶一样，跟着你的眼睛、耳朵在外面跑，你的能量、你的福报就这样一点一滴从这6扇门漏出去了。你们去看《心经》，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很多人看不懂，跑来问我，尼师啊，佛教是不是要我们变成瞎子、聋子，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才能修成正果啊？你脑袋又打结啦？释迦牟尼佛难道是瞎子吗？菩萨难道是聋子吗？这句话里面的无，不是叫你把眼睛挖掉，把耳朵割掉，它的意思是超越，是不在乎，是不受影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先生，双眼瞎了，看不见，但是你跟他聊天，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红光满面，说话中气十足，活到了90几岁还硬朗得很。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外面的花花世界，他看不见别人穿金戴银，看不见别人的豪车洋房，所以他的心里没有攀比，没有嫉妒。他的眼根是被切断的，所以他的精气神全部收在身体里面，这在中医叫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同样的道理，如果是一个耳聋的人，别人不管怎么骂他，怎么嘲笑他，他听不见啊，他每天乐呵呵的，这反而成了一种保护。佛陀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要我们这些好手好脚、五官健全的人，在看到那些诱惑的时候，在听到那些流言蜚语的时候，心里要像瞎子、聋子一样。看到别人开豪车，你心里要想，哦，那就是个代步工具，4个轮子而已，跟我骑机车吹晚风一样舒服，这叫视而不见。听到别人在背后骂你，你心里要想，哦，他在帮我消业障，他在浪费他自己的口水，关我屁事，这叫听而不闻。当你能做到看到好的不贪求，听到坏的不生气，这6个内鬼就再也偷不走你的精气神了，你的风水自然就顺了，你的病自然就不药而愈了。各位，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落入痛苦的深渊了。你现在泡在苦海里，眼看着就要淹死了，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着吗？佛菩萨有没有留下什么救命的方法？当然有。佛陀大慈大悲，怎么会只告诉你有病不给你开药方呢？在禅宗里面有一帖流传了2000多年的千古名方，叫做6度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这个词听起来很玄，其实翻译成我们的大白话，就是从痛苦的此岸渡到快乐的彼岸。我今天把它讲得更白一点，这就是佛陀留给我们的6艘救命快艇。只要你跳上这6艘船，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有多糟糕，不管你欠了多少债，生了什么病，你都能安安全全的抵达对岸。因为时间关系，这6艘船，我今天挑前面这3艘最关键。你们每天都在犯错的船，来给你们狠狠的拆解一下。第1艘快艇叫做布施。很多人一听到布施，马上就摸摸口袋，哎呀，尼师，我没钱啊，我1个月退休金才那一点点，我哪有钱去庙里捐柱子、捐香油钱，这艘船我坐不起了。你看看，又来了，这就是被那些歪嘴和尚给念错了经。谁告诉你布施一定要花钱的？如果只有有钱人能布施，那佛法不就变成有钱人的专利了吗？穷人就该下地狱吗？简直胡说八道。佛家讲的布施分3种，财施、法施、无畏施。你没有钱，你能不能言施？也就是给别人一个笑脸。你每天早上出门看到大楼管理员，你笑着跟他说声早安，辛苦了，这就是布施。你把你身上好的磁场、好的能量传递给他了。你坐公车看到一个孕妇上车，你马上站起来，来来来，太太，这个位置给你坐，这叫什么？这叫无畏施，让别人免于恐惧和危险。你隔壁的王太太因为老公外遇，每天在家里哭，甚至想不开要做傻事，你跑过去泡杯茶给她，用你的人生经验开导她，安慰她，让她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这叫什么？这叫法施。你这是在救人一命啊，胜造7级浮屠。我告诉你，你不花1毛钱，每天给别人一个微笑，一句好话，一个帮助，
这就是在往你心里那块福报的户头里存钱，这比你花10万块去庙里买个心安功德要大上1万倍。第二艘快艇叫做持戒，一讲到持戒，底下阿公阿嬷又开始摇头了。尼斯，我做不到啦，我最爱吃控肉了，你叫我吃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脑袋又打结了。谁说持戒就只是不吃肉？你去看现在社会上那些搞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是因为他吃了块猪肉吗？不是啊，是因为他贪婪，是因为他无法无天。我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持戒？戒烟、戒酒、戒色、戒赌，这才是你最该持的戒。你明明知道抽烟会得肺癌，你还要抽，每天咳嗽咳出2口血，然后跑到庙里求菩萨保佑你长命百岁。菩萨看了想一巴掌打醒你。你不持这个爱惜身体的戒，你求谁都没用。你明明知道10赌9输，你还天天跑去打麻将、签6合彩，把小孩子的学费、老婆的买菜钱全部输光。老婆跟你闹离婚，你说你最近运气不好，要去改运。改什么运？你要改的是你那个贪财的戒。还有一种老男人60、70岁了，还管不住下半身，去外面找小三，把一辈子的积蓄全给了别的女人，最后生病了，小三跑了，只能回来求正宫老婆照顾。这叫什么？这叫犯了邪淫戒，现世报啊。所以持戒是什么？持戒不是要绑住你，持戒是防护罩。只要你守住这些做人的底线，不碰那些有害的东西，这艘船就能保证你的家业，你的身体绝对不会翻船。第3艘快艇叫做忍辱。各位，接下来我要讲的这艘船是今天最重要、最震撼，也是你们最容易翻船的一艘。把耳朵全部给我竖起来。什么叫忍辱？很多人以为忍辱就是别人对我飙国骂，我当作没听到；别人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如果只是这样，那叫懦弱。能忍受别人骂你，这根本不算什么大本事。我今天点醒你，真正的大本事不是你能不能忍受别人骂你，而是你能不能忍受别人夸你。你仔细想一想我这句话，今天你走在路上，要是一个神经病冲过来对你飙3字经，你顶多气个10分钟，回家睡个觉就忘了。你会因为他骂你就把存款簿交给他吗？不会嘛。但是如果今天来的是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小伙子呢，他一看到你满脸堆笑的迎上来，哎呀，李大哥，看起来怎么这么年轻啊？我看你顶多40岁吧，你这气场一看就是做大事业有大智慧的人。我们现在有个投资案获利 20%， 我只留给你这种有眼光的大老板。或者他跑到公园里抓着你家老太婆的手，王妈妈，你怎么这么慈祥啊？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一看到你就像看到我亲妈一样，你能不能帮我买10罐保健食品，救救干儿子我啊？各位啊，多少大哥大姐辛苦了一辈子，就是在这一声声的大老板、大美女、亲妈、干爹里面迷失了自我。好，你为什么会被骗？因为你忍不住别人对你的赞美，你觉得自己一辈子没被人家这么重视过，这年轻人嘴巴这么甜，把你捧到了天上，你的虚荣心就像气球一样瞬间膨胀了。你觉得，哎呀，我果然是很厉害的，我果然是很有眼光的。结果呢，你大笔一挥，把房子拿去抵押，把退休金全部投进去，等到对方卷款潜逃，人间蒸发的时候，你那气球砰的一声破了，你欲哭无泪，你连死的心都有了。这才是最可怕的辱啊！这个辱不是侮辱的辱，是糖衣炮弹的辱。佛家讲的忍辱最高境界就是八风吹不动。什么叫八风？嗔、讥、毁、欲、利、衰、苦、乐。别人嘲笑你、毁谤你，你不生气，这叫定力。别人称赞你，把你捧上天，你还能保持清醒，冷笑一声，心里想，这小子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想骗我的老本门都没有。这才叫真正的大智慧，这才叫真正的忍辱波罗蜜。当你能看穿别人的奉承，当你不被虚荣心绑架的时候，我恭喜你，你已经稳稳地坐在这第3艘救命快艇上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诈骗集团、任何小人能够骗走你的福报。各位，我们讲了布施、持戒、忍辱，这3艘船你如果都坐稳了，你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修行人。可是有些人又会问，尼斯啊，你讲的都对，可是我们这个年纪了，
实在没有时间跑到深山里去修行啊。我接下来就要告诉你，你又搞错了。最好的修行道场根本不在深山老林里，也不在金碧辉煌的寺庙里，它就在你家那个充满油烟味的家里，在你自己的身体上。我们来看看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我管他们叫假修行人，你身边肯定有这种人，手里盘着一串几万的沉香佛珠，嘴里动不动就是感恩阿弥陀佛，一切都是缘分。家里装潢的像个禅房一样，点个熏香，看起来清高的不得了，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了。结果呢，他去餐厅吃个饭，服务生不小心把一滴汤汁滴到他那件宝贵的麻布衣服上，哎呦，他那个火气瞬间就上来了，拍桌子瞪眼。或者他在佛堂里打坐，他老婆在外面不小心打破一个碗，他冲出来破口大骂，你这个笨女人，没看到我在跟菩萨感应吗？你把我的气场都破坏了。我问你，这种人叫修行吗？这叫表面功夫。他心里那个贪嗔痴的毒蛇比谁都还要大只，他只是用一层叫做佛教的包装纸，把他那自私自利、脾气暴躁的真面目给包起来而已。一遇到事情，一碰到他的利益，包装纸一撕，里面的妖魔鬼怪全部跑出来了。那真正的修行人长什么样子？真正的修行人，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这些每天在菜市场讨生活，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的平凡人。你以为你在厨房里炒菜只是在做家事吗？错了，你带着满满的爱心，把这顿饭煮得香喷喷的。你没有抱怨，你没有一边切菜一边咒骂，我怎么这么命苦。你那一边流汗一边微笑为家人付出的样子，在你家人眼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滴下来的汗水就是净瓶里的甘露水。一家人和和气气，身体健康，这不就是在造福报吗？这不就是最伟大的修行吗？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不是叫你变成一根木头什么都不管，这句话是在说我们每个人的心本来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真正的修行是你在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面对别人的刁难时，你能随时把掉在镜子上的灰尘给擦干净。你今天出门遇到一个不讲理的邻居，为了小事跟你大吵一架，甚至骂了你很难听的话，你的镜子上是不是落了灰尘？你是不是很生气？普通人会怎么做？回家跟老公、丈夫或妻子吵，打电话跟朋友骂，气到3天3夜睡不着觉，这就叫灰尘越积越厚，最后把你整个人都蒙蔽了，你就生病了。那修行人会怎么做？他也会生气，他是人啊，但是他气了10分钟之后，深呼吸一口气，心里想，算了吧，他今天可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在倒垃圾，我为什么要捡他的垃圾来吃？转个念头，把这件事放下，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唰的一声，镜子上的灰尘被你擦掉了，你又恢复了平静。我告诉你，你在那一瞬间你就成佛了。这就叫在红尘中修行，在烦恼中淬炼。古人说得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你只要在生活中保持一颗安静的心，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不贪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在职场中不跟同事勾心斗角，安安分分把工作做好。你在家里不对老婆孩子发脾气，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这就是佛教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各位，下次你走在路上，看到那个在烈日下默默扫地的清洁工，看到那个在医院里耐心地推着轮椅的老伴，你千万不要看轻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把佛性修得最好，活得最通透的人间菩萨。他们的存在就是老天爷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灵山。好了，各位，今天我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时候记性不好，常常听到后面就忘了前面，没关系，我今天在你们耳边唠叨最后一遍，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第一，你心里那块黄金早就买好了，只要你做到真慈悲，有定力，有祥和之气，还有大智慧，你就是天生自带大福报的人。第二，要把你身体里的6个内鬼给严格管好，不要让你的眼睛天天去看别人开什么车，不要让你的耳朵天天去听菜市场的八卦是非。你看多了，听多了，你的肝也气坏了，胃也穿孔了，你的精气神就全部漏光了。第三，渡过人生苦海的那3艘救命快艇，布施不一定要花钱，给个笑脸，让个位置也是做大功德。
持戒不是叫你不吃肉，是叫你把烟、酒、赌、色这4样会掏空你家底的毒药给彻底戒了。最重要的一点，忍辱，无论别人骂你还是疯狂的夸奖你，你都不迷失自己，你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各位，把你的心修好，把你的日子过好，把家人照顾好，你这颗干干净净的人心就是你们家最强大的风水阵。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缘分也算是结得非常深了。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内容有哪一句敲醒了你，有哪一段帮你解开了心里憋了很久的结，那我就不虚此行。最后，佛教讲万法唯心造，大家聚在一起的念力是非常可怕非常强大的。现在我请你们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不管是祝愿父母身体健康，祝愿家人平安，还是简单的一句愿天下人无灾无难，阿弥陀佛。感谢分享，祝大家平安喜乐，通通都可以。当我们有1000个人、10000个人在这个留言区留下善念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超级强大的正能量磁场。祝各位身体健康，心里的黄金天天发光，生活顺风顺水。我们下集再见。